印军进行了大规模空降作战演习，还测试了远程的反跑道弹药。三军参谋长还想着要把西藏整个拿走，这胆量是不是远远超过了脑容量？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大概呢是看到了最近中美之间火药味有点重，印度这帮人呢趁火打劫的胆子有点大了。前几天，印度搞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高原山地作战演习，演习地点海拔高度4200，作战力量主要来自第50伞兵旅的伞兵，还有陆军的机械化部队。演习内容呢是让伞兵在对方前线侧后进行突袭空降，落地以后要占领阵地，打击对方的远程火炮、火箭炮阵地，夺占重要通道周边制高点，然后呢利用制高点山地隘口阻断对方向前线增援。然后呢，正面呢是以 AH-64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配合地面装甲部队进行突击，击穿对方的一线防御，然后一直要往前冲到伞兵据守的位置，实现了就是伞兵迂回包夹，前线突击，失掉对方一线兵力，然后呢要把自己战线向前推那么几公里或者是几十公里。虽然国内某些媒体对印度这个演习计划呢进行了嘲笑，但是我们客观分析的话，也要明白一点。在那种高原山地环境影响下，印军飞机的活动很容易做到隐蔽，对方雷达监测范围是不太容易覆盖到所有山沟的，所以进攻的突然性、隐蔽性完全有可能。而且，如果印度的假想敌是中国的话，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线机场的数量其实远比印度少，再加上受到高原气候条件影响，我们飞机起飞没法满载，而印度飞机起飞呢都是在海拔比较低的平原地区，所以印军飞机起飞的时候性能限制比咱们少，这一点呢我们也比印度吃点亏，所以很难保证我们战斗机空中战斗巡逻的密度。而且呢，印度最近也是煞费苦心，搞了一个射程100多公里的反跑道弹药的测试，据说测试还是成功的，目的明确也是要通过突击对方机场来保障自己制空权，针对性非常明显了。从战役角度来看，印度人这个演习还真不能让人小瞧，不得不防。不过呢，在战略层面上，印度人脑容量貌似就不够了。这种突击作战在中印或者印巴边界进行一次浅纵深突袭，确实可能奏效。但是有些印度人就把这种局部的战术优势理解成面对中国的整体性的战场优势了，胃口不仅仅要推进几公里、几十公里，而是要吞掉整个西藏。10月1日，印度三军参谋长比平参加活动纪念20世纪印度著名的这个独立领袖萨达尔帕特尔，并且呢在活动中对全印度发表的是广播讲话。在说到边界问题的时候，他讲到萨达尔帕特尔是个有远见的人，当年他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写信的时候就说过，需要一个作为印度和中国之间缓冲区的独立的西藏。听听吧，他们要的是一个独立的西藏。其实呢，萨达尔死的时候是1950年，他根本就没有远见能够知道几十年之后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位号称有远见的萨达尔，甚至连1962年的结果都预见不到。不过呢，萨达尔毕竟是有威望的，印度还给他建造了一个设计高度180多米，实际建造高度200多米的巨型雕像。比平参谋长大人用萨达尔的老话，也是想用这句话当虎皮裹在腰上，冒充一下斗战胜佛。不过比平参谋长似乎是忘了2件事。第一件，印度的战场优势只能在交战开始的时候在前沿地区短暂存在，印度如果想把仗打大了、打长了，或者印军想深入西藏，光是道路、交通、后勤、补给问题就会要了印军的老命，更不用说62年就是想通过不断占便宜巩固战果，最后捅了马蜂窝。他如果今天还想干的话，这个马蜂窝恐怕比以前就更不好惹。现在解放军的高原作战力量虽然是空中有些不足，但是地面作战部队呢对印军就更有明显的碾压优势了。第二件事，比平和印度政府引以为豪的这个萨达尔雕像，这座5亿美元成本的世界第一高的人像建筑，还是中国南昌制造的。好，关于印度三军参谋长想吞并整个中国西藏的野心，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